我痴恋杰斯·约翰斯顿整整10年，可在他眼里，我不过是块没味道却总有人啃的 plain crackers 普通饼干。与此同时，他还在背地里和别的女人暧昧不清。10年青梅竹马，我终于认清这段感情毫无结果。我受够了当他的备胎，于是决定嫁给别人。老实说，你跟凯拉上过床吗？我正要进门，一个低沉的男声突然传来。透过门缝，我看见杰斯·约翰斯顿懒洋洋地靠在豪华座椅上，薄唇紧抿。他主动过，但我对他没兴趣。他说：“别这么说，凯拉在这儿很受欢迎，好多男人都喜欢她呢。”说话的是杰斯的朋友史蒂夫·史密斯，他清楚我们10年的感情纠葛。杰斯皱起眉：“你懂的，我们太熟了。”我14岁那年被送到约翰斯顿家，第一次见到杰斯。所有人都告诉我，他会是我未来的丈夫。从那以后，我们一起生活了10年。你会娶她吗？史蒂夫的问题让我屏住了呼吸。杰斯的父母希望我们结婚，可他从未给过明确答复，我也从没问过他。史蒂夫是在替我问。杰斯沉默不语。史蒂夫轻笑：“你不想娶她？你听过一句话吗？”杰斯勾起一抹淡笑问道：“什么话？”“有些女人就像普通饼干，没什么味道，可总有人会啃2口。”杰斯说道。那张我爱慕了10年的脸，在我眼前渐渐模糊。我心里一阵刺痛，原来我在他眼里，竟是食之无味，弃之可惜的存在。他的话像一把刀，扎得我喉咙发紧。我低头看着手里的结婚申请表，用力咬住了嘴唇。史蒂夫推开门，看见站在门外的我，瞬间僵住。他尴尬地摸了摸鼻子，显然知道我听到了他们的对话。史蒂夫瞥了眼我手里的表格，上前一步说：“你再好好想想，自己到底想要什么。”说完便侧身离开。我深吸一口气，强压下情绪，推开了门。杰斯闻声抬头，目光与我相撞。不用照镜子，我也知道，此刻的自己狼狈极了。不舒服吗？他微微皱眉问道。我沉默地走到他办公桌前，咽下喉咙里的苦涩。要是你不想娶我，我可以跟你妈说。杰斯的眉头皱得更紧，他知道我听到了他和史蒂夫的对话。我喉咙发紧，我从没想过自己会变成没味道的存在。杰斯，我僵在原地，空气里满是紧张的气息。几秒后，他走到我面前，轻轻叹了口气，语气里带着一丝不耐烦。我跟史蒂夫开玩笑呢，你还真当真了？真的是玩笑吗？他又补充道，你知道的，男人都好面子。他的手从我的胳膊滑到手上，轻轻拿过我手里的表格。别胡思乱想。他转身把表格放进抽屉，拿起外套，我得出去一趟。最近他总是频繁外出，每次都要走很久。杰斯，我叫住他，你喜欢我吗？他停下脚步，用深邃的眼神盯着我。片刻后，他笑了，左脸颊露出一个浅浅的酒窝。杰斯的笑容向来迷人又温暖。他揉了揉我的头发，我突然觉得头晕目眩。当然喜欢你，不然我怎么会横穿整个城市给你买爱吃的烤梨，每年生日都给你送玫瑰，陪你看星星，还有想娶你呢。每次我动摇的时候，杰斯一个微笑，几句甜言，就能让我缴械投降。我就像一只风筝，线的一头牢牢攥在他手里，他随心所欲地操控着我的情绪。可他和史蒂夫的对话深深刺痛了我。这一次，他的话没能像往常一样安抚我。我凝视着他的眼睛，是恋人之间的那种喜欢吗？他转身走开，像往常无数次那样，回避了我的问题。他对我很好，宠着我，也说喜欢我，可那更像亲情，而非爱情。可我的心里全是他，我爱了他10年啊！我忍不住想，那我该怎么办？嫁给他，过平淡无味、没有爱情的生活，还是离开他，让他去寻找真爱？我一整天都在想这个问题。下午杰斯来接我的时候，我还没得出答案，却还是跟着他走了。习惯这东西太可怕了。10年过去，我已经习惯了有他的日子，
习惯了下班后回约翰斯顿家。怎么不说话？杰斯大概察觉到了我的情绪，主动开口。我沉默了几秒，杰斯，或许我们该……话没说完，他的手机响了。来电显示是个陌生号码，可我注意到他握方向盘的手紧了紧。他很少会露出紧张的样子。我看向他的脸，他却立刻挂断了车载蓝牙通话，换成耳机接听。喂，我马上到。通话很短。挂了电话，他看向我，我有急事要处理，没法送你回家了。这种事已经不是第一次了。就算他不说，我也知道他要丢下我。可我还是希望他能先送我回家。心口传来一阵刺痛，我强忍着难过，出什么事了吗？杰斯咬紧牙关，没有回答。他盯着窗外说，我在前面放你下来，你自己打车回家吧。他甚至懒得解释，就已经安排好了一切。我还能说什么呢？追问或是闹脾气，只会让自己难堪。我握紧包带，下了车。这不是我的错觉。从他接电话的反应，到不愿用车载音响接听，我心里有种不祥的预感。可我什么也没说。很明显，他在背着我做些什么，可我一直在自欺欺人。小心点。他叮嘱了一句，就匆匆开车离开，自始至终没有回头。我站在原地，望着他离去的方向，看了很久很久，然后低下头，盯着自己的脚尖。口袋里的手机突然震动起来，是我最好的朋友丽娜·莱恩打来的。嘿，瑞亚，你在哪儿？要不要一起吃晚饭？丽娜是个妇产科医生，虽然年轻未婚，却有丰富的接生经验。好啊，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了。丽娜立刻调侃，少见啊，你以前总是说要先问杰斯，这次怎么答应得这么快？10年来，我活得像杰斯的跟班，每次跟丽娜约会前都要先问她的意见，生怕她找不到我会生气。可杰斯今天的话让我明白，我已经成了他的负担。你在医院还是在家？我没有回答丽娜的问题，反而问道。丽娜给了我一个地址，让我过去找她。怎么了？跟杰斯吵架了？丽娜见到我，立刻察觉到不对劲。她是我为数不多的朋友，我对她毫无隐瞒。听完我的话，丽娜咒骂道，这混蛋，居然说你没味道，搞得好像他跟你睡过无数次似的。她的话没让我觉得安慰，反而更屈辱。和杰斯在一起这么多年，我们从未有过亲密接触，偶尔也有过近距离的时候，比如有次我喝醉了，主动靠近他，可他只是把我裹好，送回了房间。我以前总以为杰斯是尊重我，不想趁我醉酒占我便宜，直到今天才明白，他只是对我没兴趣。不是说男人真的爱一个女人，就会想和她上床吗？可杰斯从未对我表现出任何欲望。丽娜，我想我准备好放手了。困扰了我一整天的难题，突然有了答案。太好了，我支持你。丽娜和我碰了碰杯，好男人多的是，以你的条件，随便挑。干嘛吊死在这棵脚踏两条船的歪脖子树上？丽娜说得对。我18岁那年赢过选美比赛，如果不是杰斯阻止，我现在或许已经是个名人了。这些年追我的人不少，可我一个都没动心，只因为我心里只有杰斯啊。想到这里，我的鼻子一酸。我不想让丽娜看到我哭，赶紧起身去了洗手间。匆忙间，我和一个从里面出来的人撞了个满怀，不仅把对方撞倒，自己也压了上去。我正要道歉，对方突然大喊：“救命啊！他耍流氓！”我从没想过自己会因为猥亵被抓进警察局。被我撞倒的是个17岁的少年，他一口咬定我心怀不轨。尽管我极力否认，他却一口咬定我碰了他。他碰你哪儿了？警察仔细盘问，不放过任何细节。布拉德·吐温看着我，先指了指自己，又向下比了比腰的位置。他碰我这儿，这儿，还有这儿，简直是胡说八道。我差点骂出声，连杰斯那样帅的男人我都没碰过，怎么会对这么个毛头小子感兴趣？警察又看了我一眼，还没等他开口，我就先否认，我根本没碰他，就是不小心撞了一下。
你喝酒了吗？警察看我的眼神带着一丝了然。男人喝再多都正常，可女人哪怕喝一点，就会被贴上不检点的标签。我点了点头，喝了。喝了多少？警察的问题似乎和眼下的情况毫无关系，可我还是如实回答，1瓶啤酒。他露出难以置信的表情。我立刻想到丽娜，她可以为我作证。可倒霉的是，刚才我和布拉德纠缠的时候，他发消息说医院有个产妇大出血，叫他回去急救了。我明白警察的言外之意，再次解释，我没喝醉，更没有占这孩子的便宜。警察记下我的话，又看向布拉德，你确定他碰你了？诬告是要负法律责任的。我当然确定。布拉德一口咬定。我气得想站起来揍他，可还没等我动手，布拉德的眼睛突然亮了。姐，你来了。他是未成年人，需要监护人到场。我转过身，想跟他的家人解释，可看到来人时，我彻底愣住了。杰斯身边跟着一个长发及腰、穿着白裙的女人，她就像言情剧里那种典型的白月光，清冷又遥不可及。我认识她，她叫坦尼亚·土温。布拉德，出什么事了？坦尼亚焦急地问。布拉德没有回答，反而对着杰斯撅起嘴。姐，这是你新男朋友吗？杰斯的脸色一沉，看向我的眼神从惊讶变成冰冷。怎么回事？杰斯，你认识这个女人？她就是个变态，到处摸我。布拉德一边撒谎，一边夸张地比划着。我已经没力气解释了，只是静静地看着杰斯。他丢下我才几个小时，就成了别人的男朋友。他之前急着丢下我的原因，现在终于清楚了。坦尼亚也看向我，声音温柔，你好，凯拉。我是坦尼亚，布拉德的姐姐。一开始我有点惊讶他认识我，可转念一想，也难怪。我就是杰斯的跟班，总跟在他身后，认识他的人自然也认识我。不过我和坦尼亚从没打过交道。我知道她是因为她的丈夫德斯蒙德·布莱克最近车祸去世了，而杰斯作为德斯蒙德的好友，一直在帮他。我咽下喉咙里的苦涩，我只是不小心撞倒了你弟弟，然后自己也摔了上去，根本没做他说的那些事。坦尼亚歉意地笑了笑，我知道，他向来爱惹麻烦。他走过去，在布拉德头上轻轻拍了2下，然后跟警察说明了情况。警察调取了监控，证实我说的是实话。既然你们认识，不如私下和解吧，不然这孩子涉嫌诬告，可能要被拘留。警察提议道。坦尼亚立刻拉了拉杰斯的袖子，这个小动作看似随意，却透着亲密。杰斯身份不凡，气场强大，平时很少有人敢随便碰他，他自己也不喜欢被人触碰。可坦尼亚的触碰，他却完全不反感，显然这种事已经不是第一次了。我不敢再往下想。至于警察的提议，我正准备开口，杰斯却抢先说道，都是误会，算了吧。说完，他紧紧抓住我的手，把我拉走了。他的力气很大，我的手被捏得生疼。很明显，杰斯在生气。他是在吃醋吗？我正想着，杰斯突然松开我的手，眼神冰冷。瑞亚，你是因为我说的话，故意这么做来报复我吗？我愣住了，没想到他会这么想。我没有，我正要解释，却被他打断。你碰他哪儿了？真的碰他说的那些地方了？杰斯咬紧牙关，眼里闪着怒火。可这份难得的醋意，却让我的委屈消散了不少，至少这说明他在乎我。如果他只把我当妹妹或朋友，根本不会在意我有没有碰别的男人。没有，我再次否认。就在这时，布拉德走了出来，对着我吹了声口哨，喂，变态，你干嘛勾搭我姐夫？他向来没礼貌，这次也不例外。看着他，我忍不住想，我到底做错了什么，要遭这种罪？坦尼亚也走了过来。想到刚才他碰杰斯的样子，我下意识地挽住了杰斯的胳膊，可我没想到他的肌肉突然绷紧了。够了！坦尼亚捏了捏布拉德，他站在我和杰斯中间，满脸歉意。杰斯，凯拉，对不起，不关你的事。
杰斯说。然后他看向布拉德，再惹事，没人会来保你。布拉德冷哼一声，瞪着杰斯，你以为你是谁？我凭什么听你的？除非你真当我姐夫，不然免谈。布拉德，土温。塔尼亚呵斥道，又要打他。布拉德躲开了，姐，他明明喜欢你，不然怎么会天天守着你，照顾你？听到这话，我立刻从杰斯的胳膊上收回手。我突然明白，这些天他之所以早出晚归，频繁翘班，原来是在陪坦尼亚。他是德斯蒙德的遗孀，德斯蒙德车祸去世，杰斯帮他无可厚非。可需要天天陪着吗？甚至让别人误会他们的关系？你胡说什么呢？坦尼亚的脸涨得通红，下手更重了。这个17岁的少年叛逆又倔强，坦尼亚打他的时候，他本能的抬手一挡，坦尼亚踉跄着向旁边倒去。我感觉有人推了我一把，我也跟着踉跄了几步，差点摔倒。等我站稳，才发现杰斯把我推开，冲到了坦尼亚身边。他单膝跪地，扶住他，坦尼亚，你没事吧？哪儿疼？我肚子疼，杰斯。坦尼亚的声音很虚弱，疼得紧紧抓着杰斯的胳膊。别担心，我带你去医院，别怕。他的声音里带着一丝慌乱的颤抖。我像个木桩似的站在原地。我见过杰斯各种各样的样子，却从没见过他这么慌张，而且是为了另一个女人。杰斯抱着坦尼亚往车那边走，还不忘喊我，瑞亚，你来开车。我僵在原地没动。快点，要是坦尼亚出什么事，你会后悔的。布拉德冲过来，粗鲁地抓着我。他一碰我，我不知道哪来的力气，抬手就给了他一巴掌，别碰我。布拉德的脸上立刻出现了5个清晰的指印。坐在车里的杰斯和坦尼亚都震惊地看着我们，布拉德自己也懵了。他大概没料到我会打他，愣了几秒后，突然暴怒着扑向我，你这个贱人！布拉德，杰斯的声音冰冷刺骨，你敢碰他一下，我保证让你再回警察局待着。威胁起了作用。布拉德收回手，愤怒地瞪着我和杰斯，然后气冲冲地走了。布拉德，塔尼亚喊了一声，又疼得捂住肚子。杰斯，好疼啊！快带我去医院。瑞亚，杰斯又喊了我一声。看着塔尼亚痛苦的样子，我压下所有情绪，跳上车，径直往医院开去。见到医生时，抱着塔尼亚的杰斯急切地说，医生，她怀孕了，刚才摔了一跤，现在肚子疼得厉害。怀孕了？我的脚步突然变得沉重，心也沉了下去。德斯蒙德已经不在了，他怎么会？我看着杰斯慌张的脸，一个念头涌上心头，他为什么这么担心？难道这孩子……塔尼亚被紧急推进了急诊室，我和杰斯在外面等。我和塔尼亚不熟，对他也没什么特别的感觉，所以并不怎么担心。可杰斯却明显很焦虑。我看了他一会儿，他却一直盯着急诊室的门，好像完全忘了我。